Hi! Welcome to Bookbox.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and tap the bell icon to get our latest videos. 第一个圣诞节，改编伊利亚和莫拉。在11月前后，孩子们喜欢想象在那第一个圣诞节曾经发生了什么，甚至在圣诞老人出现之前。我很清楚这个故事，因为在11月24号晚上，我在黑暗的天空上方看到了整个过程。哦，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是伯利恒的一颗星星。我被天使请求在那晚上闪耀出比其他所有的星星都明亮的光芒，来告诉整个世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孩子为了传播善良和和平而降生了。这就是第一个圣诞节的故事。那天晚上，一切都是安静的。当我注视着3个国王在骆驼的背上慢慢地穿越沙漠的时候，就在那时，我明亮地闪耀着，就像天使告诉我的。国王们注意到了在东方的我，他们无法抗拒我那灿烂的召唤。也许他们已经听说了有一颗像我一样的星星将指明通向上帝的儿子的路。旅行了整晚，国王们遇到了牧羊人在看管他们的羊群。我们正在跟随着东方那颗无与伦比的美丽星星，去发现上帝的儿子刚刚降生的地方。从那以后，他们都在一起旅行，注视着我天空中最明亮的星星。最后，他们到达了一个小镇，叫伯利恒。看到我在一个旅馆的触棚场上空明亮地闪烁着，一切都是安静和祥和的。他们的旅行队进入了触棚场，看到一名柔软的婴儿躺在一个简易的铺着干草的马槽里。婴儿的旁边是玛利亚和约瑟夫，他的母亲和父亲，以及很多农场的动物们。国王们给婴儿耶稣贡献了他们从遥远的地方带来的贵重的礼物：黄金、乳香和没药树。牧人们跪在地上祈祷，他们感谢婴儿带给他们的礼物——爱和纯洁。从那以后，很多人赠送礼物。我猜想，这就是为什么在圣诞节那天，甚至现在，全世界的人们喜欢以赠送礼物来作为爱和希望的象征，并且他们尽他们最大的努力把欢乐带给他人，就像耶稣一生所做的那样。现在，我祝愿你们的假期就像伯利恒的星星那样闪闪发光。
there. Don't forget to like and share this video. Also, please leave your comments below.